到你，却又惊雷起。长夜落日山河灼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第一，追杀者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追杀这样一个柔弱女子，以至于竟然不惜动用天王庙中的机关埋伏？然而，在我们将机关破解之后，他们却又并不现身，继续对我们施以杀手，以期达到杀死小姑娘的目的，却任由我们将人带走。这前后形势，岂不是非常矛盾？不错，这一点，卑职至今也想不明白。而今事件刚刚开端，头绪皆无，因此，我们只是先提出问题。大人，那第二点疑问是什么？第二点，为什么要在黑衣天王庙之中设置如此厉害的机关？建造天王庙者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？不错，这里面一定有文章。第三，追杀者与那位甘凉一带百姓十分笃信的黑衣天王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神庙中的那个声音自称是黑衣圣使。可以肯定，那个声音便是自始至终未曾露面的神秘追杀者。从他的话里，我们不难听出，此人不过是个盗用神明的不法之徒。元芳，有话直说，不必顾虑。大人，我知道您从不相信鬼神，但我们在神庙中看到的那个悬浮在半空的人头像，还有那些发自地下的巨大声音，似乎不是人力所能及的。这一点我也想不通。我们姑且说它是个谜吧，但我想总有一天会解开的。那么，这位所谓的黑衣圣使，究竟是一个人呢，还是有组织的团伙当中的一员呢？最后一点，就是萧姑娘临终前所说的那几句话：黑暗之山，大地洞响银。是啊，这几句话看似没有关系，然而前几天我们确实在道中遇到了强烈的大地洞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这说明那几句看似没有联系的句子，定然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。说得好。昨夜萧姑娘还提到了黑暗之山，而今日王强在闲谈之中便恰恰也提到了黑暗之山。可大人，据王强所言，那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啊。
一个在弥留之际的人拼尽全身的力气说出的话，绝不会是个传说。我想，它定然关乎着巨大的秘密。今日王强所说，黑暗之山是黑衣天王的居所，这说明小姑娘死前所说的那个黑暗之山，很可能就是黑衣天王的代名词，或者至少与之有着重大的关联。跟着他说到了大地洞。元芳，你想一想，如果他没有受伤，按照连贯的意思，应该如何将其连接起来呢？大人，通顺的说法有几种。第一种，就是住在黑暗之山的黑衣天王引发了这次大地洞。这算是一种通顺的说法，但却是不可能的，也不合理。地洞是自然之术，绝不会由任何人力引发所致。可如果引发地洞的不是人，而是神，是传说中的黑衣天王，那这种说法能够站得住脚吗？地洞乃天行之道，与风雨雷电、洪水旋风均是一般，因此可以断定，此次地洞必是自然之术。好，那么第一种说法已经被排除了。你继续说。第二种通顺的说法就是，住在黑暗之山的黑衣天王知道了这次大地洞。这算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说法，然而却与小姑娘最后所说的响银连接不上。响银？还有呢？第三种，住在黑暗之山的黑衣天王利用了这次大地洞。这种最为合理，也为后面所说到的响银做了铺垫。依照他临死前所说，黑暗之山、大地洞、响银，我们姑且认定他这3句话是有内在联系的。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，黑衣天王利用了大地洞。来，天王利用大地洞，那么响银呢？大人，响银是朝廷激发给各位帅的军资，难道这与黑衣天王和大地洞能够扯上关系？虽然匪夷所思，但却是最通顺，也是最合理的。是什么？大人，这也太牵强了吧？为什么？难道你还能想出一句比这句话更通顺、更合理的句子吗？通顺是通顺，可却没有必然的联系，也欠合理。黑衣天王是凉州当地人传说中的神祇，以我们在王家堡所遇之事来看，就算是有不法之徒利用黑衣天王之名为非作歹，可这些人怎么会去打朝廷饷银的主意？首先，朝廷压饷就有定制，是以12位中最精锐的卫帅检运，且军卒均为千里挑一的健者，又都是铁甲骑兵。
因此以卑职想来，没有任何一支民间武装有力量有胆量去攻击他们，就更不要说从铁甲军严密卫护下抢走饷银了。而且按照朝廷定制，押运日期、所走路径绝对保密，这些歹徒又怎么会知道呢？退一万步说，假设真有此事，那小姑娘临死前所说的也许就是另外几句话，而不是大地洞饷银。利用大地洞劫夺饷银，这不符合逻辑，也太匪夷所思了。大人，卑职以为，那小姑娘临死前的几句话虽然必有深意，但其意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。好，但愿我是杞人忧天，胡乱忖度。好吧，我们先抛开小姑娘的遗言，来推断一下她的死因吧。她的死因倒确实是与黑衣天王有些关系。这一点可以肯定。看小姑娘的穿着，很像是一个丫鬟、使女之类的人物，而我们在王家堡遇到的自称黑衣圣使的追杀者，也与黑衣天王有关。由此我们可以断定，这个小姑娘的身份定是隶属于这个所谓的天王之家，或者与之有着紧密的关系。那么你试想一下，是什么促使这些人竟不惜动用杀手，不惜动用天王庙中的机关去杀死这样一个下人呢？我想，他一定是刺探到主人最绝密的事情，否则犯不上费这么大的力气。不错，那么你想一想，小姑娘探听到的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？您的意思是说，他探听到的秘密，就是他临终前所说的3句话？还有这条腰带。除此之外，恐怕没有别的解释。如果这个推论成立，那么黑暗之山、大地洞、饷银，以及我手中的这条腰带，便是他被杀的真正原因，也是秘密所在。小姑娘最后说道：“凉州、吉祥巷、红姑。”我想她的意思很可能是要我们赶到凉州的吉祥巷，将这条腰带交给一个叫红姑的人。不错，正是这个意思。这条腰带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与他临死之前所说的那几句话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呢？卑职先回去了。啊。你怎么像鬼一样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？是你的耳朵不好。请吧。谁说我要过去了？
那我就先过了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想不到你还挺快的。你也不慢啊！想不到这古堡中的小丫鬟，竟然有这么好的功夫。真让我们夫人猜中了，你果然武功了得。哎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我们夫人请你到卧室叙话。你们夫人？是啊。什么事？你这人也真是的，夫人要和你说什么话，我这个做下人的怎么会知道啊？这好像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一个大男人，夜晚跑到夫人房中，这于理不合。没想到你一个大男人还怕女人。你放心吧，夫人只是有几句话想问问你。好吧，请。夫人。哦，燕儿，你真是调皮，还不快请李先生进来？是。请。夫人。李先生，丫鬟无礼，望先生宽宥。哪里，倒是元芳下手重了些。冒昧相请，微儿实在唐突。夫人言重了。请坐。请。李先生是哪里人？哦，祖籍河北。哦，燕赵之士，难怪英姿勃发。听丫鬟说，夫人见召元芳是有话垂询。是啊，方才在厅中听那位怀先生说起，几位曾路经王家堡。哦，正是。不知几位可见到那里有一座黑衣天王庙？因在村中借宿不成，我等夜晚便宿于庙中。哦，你们宿在庙中？哦，不知夜间遇到了什么事情吗？夫人说的事情是指什么？没什么。诸位是要到凉州吧？正是。我有一事想烦请李先生，不知是否唐突？夫人但说无妨。我有一妹居于凉州，虽非千山阻隔，然女儿之身不便远行，因此想烦请李先生代为捎去书信一封。分内之事，何须夫人到老？不知书信现在何处？凉州城西吉祥巷，交给红姑。李先生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夫人是说，将信送到凉州城西吉祥巷，交给叫红姑的人。嘘。李先生，此事切不可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我的夫君。
请夫人放心。今夜，诸位要惊醒一些。夫人的意思是？微儿言尽于此。劳动先生于心不安，些许下午不成敬意，请李先生收下。哦，区区小事，不劳夫人赏赐。告辞了。什么？正是。夫人请我将这封信送到凉州城西的吉祥巷，交给叫红姑的人。和小姑娘临终之前所说的一模一样。大人，这里边定有文章。看起来，这位夫人与死去的小姑娘定有关联。大人，要不把信打开来看看？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私自拆看，君子不为呀！我真是服了。您刚刚说完那个小姑娘与这古堡有关，事情就应验了。圣骑士，天王请您马上到地厅商议，计划有变。计划有变？正是。什么？狄仁杰？是他？天王请您马上过去。他还说了些什么？他还问起我们夜宿王家堡的情形。元芳啊，我隐隐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是什么？尊家，有事吗？啊，奉主人之命，为怀先生及各位送来参汤。有劳了。啊，哎呦！尊家，还有什么事？小的，小的只是忘了将托盘取走。请吧。哦，元芳啊，你让狄春他们到我这儿来一趟。是。老爷啊，您趁热喝吧。好，多承挂怀啊。您怎么，又忘了什么吗？没有。夫人，好伶俐的身手啊！怀某在此谢过夫人相救之德。怀先生太客气了。有一件事，威尔想当面向怀先生请教。哦，夫人请讲。是你们破了王家堡的天王庙，对吗？
已经知道此事了。不错，怀先生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好，夫人说的不错，王家堡天王庙中的机关确实被我等击破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们的身份并不重要，我想夫人关心的应该是那个小姑娘吧。梅香，她现在哪里？凉州吉祥巷红姑，这就是我们在天王庙中救下的那个小姑娘临终之前所说的几句话。她死了。是的，她死了。她还说了什么？黑暗之山，大地洞，响银。她提到黑暗之山。正是。那她临死前有没有交给你什么东西？一条腰带。给我。夫人问了半天，是否也该容老朽问几句？你认识那个小姑娘吗？是的，她叫梅香。把腰带给我。不要着急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你有必要知道这些吗？当然，非常重要。梅香是王强的贴身丫鬟。我问的是你们的关系。换个问法吧，你们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？对不起，这一点我不能回答你。那么，对不起，这条腰带不能给你。你认为能够拦得住我吗？他不能，我能。是你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这一点并不重要。夜深了，夫人请回吧。你真的认为能够阻拦我？我并不想动手，但是如果迫不得已，我会试一试。我不是你的对手，罢了。但愿你们能言而有信，将我的书信和腰带交到红姑手中。还有，王强不会放过你们，一切小心。大人，看来王强一伙已经知道了，是我们击破了天王庙，救出小姑娘。这古堡之中诡异之极，四处暗伏杀机。段方啊，我们的处境不妙啊！你看，这条腰带上绣着勾股图形，这些图案定有深意。那个死去的小姑娘叫梅香，是王强的贴身丫鬟。不错，这也就是说，她死之前很有可能是从这座古堡中逃走的。有这种可能。
你看，勾股图形。与腰带上绣的一模一样。元芳，搬张凳子来。是暗门。元芳，进去看看。圣骑士，照您的吩咐，神堂已经送进去了。情况怎么样？我刚从楼上下来，他们的屋子里没了声响，应该是已经解决了。而今计划有变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办到。小心行事。是，去吧。这里怎么有这许多大车呀？看样子是装货的。过去看看。你看，这是左龙武卫的前锋。龙武卫？这里怎么会有龙武卫的前锋？难道他们与龙武卫有什么关联？元芳，你看，看死者的穿着，应该是这附近村中的农户。从死状看来，是中毒而亡。可这些村民怎么会死在这里？可以肯定，这些村民是被王强一伙抓来充当脚夫，事成之后杀人灭口。这群畜生！可是这么多村民同时中毒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元芳，我明白了。你还记得王家堡天王庙中须弥座下的那些小孔吗？当然记得，那是释放毒气的出口。这座地厅与王家堡天王庙相同，这些村民定是被毒气熏死的。
元芳，看来这地厅中藏有机关呢。是什么货物这样重要，令王强一伙不惜残杀如此众多的村民？打开看看。是妖怪。元芳，回去。关上。这古堡之中机关密布，暗道纵横，而且均是以勾股图形作为开关的暗号。看来梅香留下的这条腰带，便是暗门机关的通行图。大人，那些东西都是金发碧眼、白脸朱眉，定是妖邪之属啊！我看不像。可人哪有长成那个样子的？元芳啊，据史料记载，我中华曾与西洋国度通商。虽然我没有见过，可是据说那些个西洋人便是金发碧眼之辈。大人，您是说那些东西是人？应该是的。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，王强一伙代表着黑衣天王这股邪恶的力量，而且他们正在筹策一个巨大的阴谋。元芳啊，那些贴着龙武卫签封的大车，令我隐隐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。可惜啊，我们没有来得及将箱子打开。如果能看到箱内装的货物，也许有利于我们的判断。不过现在不难看出，死去的那个小姑娘梅香，还有夫人威尔，都是潜入这个古堡之中的卧底。那么，他们又代表着哪一方呢？大人，这小小的古堡之中，热闹得很啊。那些贴着龙武卫转运使签封的车辆，与小姑娘梅香临终之前的那些遗言，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？您的意思是？但愿我的猜测是错误的，否则……李将军，来，老爷，李将军，我看这个古堡有些不太对劲儿啊。我们必须马上离开。大人，恐怕这些人不会让我们这么轻易的走掉。来啊，你们几个。饶你奸似鬼，喝了洗脚水，弟兄们，动手！是。元芳，那不是真人，与王家堡天王庙中一样。看来他们已经发现了，怎么办？说不得，只能闯一闯。
怎么，怀兄这么晚了还要出去？呵呵，急于赶路，趁雨夜行。如此不辞而别，太无君子之风了吧？对君子当守君子之礼，可对禽兽就用不着了吧？怀兄说我是禽兽，心如蛇蝎，竟在汤碗投毒，非禽兽而何？其实小弟只是想让怀兄死得稍微平静一些，可惜怀兄并不领情啊。如此恶毒之事，王兄竟说得振振有词，可见你连禽兽都不如。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